你敢信吗？地球上最神秘的巨型图案之一，真正完整的样子只有飞到天上才能看清。而这也引出了一个至今仍让很多人困惑的问题：一个没有飞机的古代文明到底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图案从天上看是什么样子的？难道早在欧洲人发明热气球之前，他们就已经尝试过飞向天空？1975年，2名研究者决定亲自验证这个猜想，甚至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证明它。那天清晨，秘鲁纳斯卡沙漠里，浓烟从火槽中不断升起，一只高达26米的巨大热气球正在缓缓膨胀，整个气球全部使用棉布和天然纤维手工缝制而成，而这些材料全都是古代纳斯卡人本身就拥有的。随后，那个原本被认为不可能的东西真的升空了，它的名字叫秃鹰1号，由英国热气球驾驶员朱利安·诺特和美国探险家吉姆·伍德曼共同打造，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证明1500年前的纳斯卡人理论上真的可能飞起来。当天，秃鹰1号一度升到约180米高空，随后在沙漠强风中坠落，但没过多久，它又再次升空，最高甚至达到约360米，最终才彻底降落。而这场实验也证明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只靠古代材料和火焰，人类其实就已经能够飞行。所以问题已经不再是纳斯卡人能不能做到，而变成了主流考古学是否愿意承认他们真的做过。而想理解这件事儿为何如此震撼，你必须先看看纳斯卡沙漠里到底存在着什么。纳斯卡线条横跨秘鲁南部近520平方公里的沙漠，那里遍布着数百条笔直延伸数公里的巨大线条，还有大量规模惊人的几何图案与生物图腾。那只秃鹰图案的翼展长达约134米，蜂鸟从鸟嘴到尾巴接近91米，而那只蜘蛛也有大约46米长。但真正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图案其实都非常浅，地面只是被刮掉了10到15厘米左右的红色氧化层，露出了下面偏白色的土壤。可就是这样简单的线条，却在这片极度干燥的沙漠中保存了超过2000年。而站在地面上时，这些图案几乎什么都看不出来，只有爬到附近山丘上才能勉强辨认部分形状。但一旦升到150米以上的高空，它们会突然完整浮现，像一幅幅巨大到离谱的空中图腾。1927年，考古学家托里比奥·梅西亚第一次在现代重新发现了这些线条。后来，德国数学家玛利亚·赖歇更是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它们，并提出一个著名理论：这些图案可能是一种巨大的天文历法。但无论它们真正用途是什么，有一个事实始终无法否认，这些图案只有从天空俯视时才最震撼。而正是这一点，最终把吉姆·伍德曼彻底拉进了这片沙漠。他开始怀疑纳斯卡人会不会真的曾经飞上过天空，而支持他这个想法的还有另一个关键线索：纳斯卡文明的纺织技术。他们留下的织物精细到惊人，甚至有些编织密度，现代工业织机都很难完全复刻。更夸张的是，那些颜色在1500年后居然依旧鲜艳。随后，人们又在纳斯卡文明的卡瓦契遗址里发现了一个更加诡异的东西，那是一块巨大的古代纺织物，后来被称作巨布。1952年，考古学家威廉·邓肯斯特朗在当地发现了它，它被小心折叠后埋藏在一座大型土丘下，不像垃圾，更像某种被刻意保存的东西。而它原本的长度可能接近61米，甚至需要超过5米宽的织机才能制作。整块布估计用了将近270万米棉线，可能需要一个社区连续劳动5年才能完成。直到今天，它依旧是古代美洲发现过最大的单块纺织品之一。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文明要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制作一块超大型布料，然后又把它永远埋进地下？主流考古学认为它可能只是某种宗教仪式用品，但伍德曼却提出了另一个大胆猜测：这根本不是祭祀布，而是热气球的气囊，尺寸、重量、材料全部都刚好符合飞行需求。与此同时，伍德曼还注意到很多纳斯卡陶器上的图案也非常奇怪。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那些圆形图案只是豆荚、种子或者植物，但伍德曼却觉得那些东西看起来更像被绳索固定的气囊，甚至有些图案下面还画着类似火焰和烟雾的东西，而真正的植物图案和它们完全不一样。所以伍德曼认为这些图案可能根本不是植物，而是某种飞行装置的示意图。除此之外，沙漠里还发现了大量被烧黑的圆形坑洞。考古学家认为
那只是祭祀火坑。但伍德曼反问，如果那其实是热气球发射场，1500年后看起来又会有什么区别？火焰还是火焰，烟雾还是烟雾？祭祀天空之神的仪式和一次升空前的准备，也许本来就长得一样。随后，伍德曼找来了英国热气球专家朱利安·诺特，一起验证这个理论。他们严格按照古代纳斯卡人可能拥有的材料制作秃鹰1号，气囊全部使用棉布缝制，吊篮则使用的喀喀湖常见的芦苇，绳索全部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甚至连燃料都选用了当地燃烧稳定的沙漠硬木。整个原理其实和1783年法国孟格菲兄弟发明热气球时几乎一样，浓烟进入气囊后加热空气，让气球升空。1975年11月28日清晨，他们点燃了火焰，气球开始缓慢膨胀，随后越来越快，棉布逐渐绷紧，吊篮开始离地，然后它真的飞了起来。短短30秒内，秃鹰1号就升到了约180米高空，速度甚至超出了2人的预料。但沙漠强风也立刻失控般袭来，气球开始倾斜下坠，最终撞进沙漠，2人被直接甩飞。但由于吊篮已经脱落，仍然充满热空气的气球反而再次升空。这一次它飘到了约360米高空，随后缓缓越过沙漠，18分钟后才重新落回地面。整个过程混乱危险，几乎完全失控。但有一点无法否认，它确实飞起来了。后来朱利安·诺特曾这样回忆，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证明纳斯卡文明真的飞过，但毫无疑问他们完全有能力做到。因为在纳斯卡高原的环境下，一个制作合理的热气球足以带着1到2名成年人升空。纳斯卡人拥有所有需要的材料，而当地清晨凉爽干燥又稳定的气候也非常适合热气球飞行。所以问题已经不再是他们能不能飞，而是他们到底有没有飞过。1982年，怀疑论者乔尼克尔为了反驳纳斯卡热气球理论，亲自在英国肯特郡的一片农田里复制了一幅长达134米的秃鹰图案。他只用了木桩、绳索和石灰，整个过程只花了9个小时。而从空中看，这幅图案几乎和纳斯卡线条一模一样。他的观点很简单，根本不需要热气球，人类也能画出这些图案。但问题在于，他并没有解释另一件事，为什么古人要花费成千上万小时去制作一种站在地面上几乎无法完整看清的艺术？是的，你站在附近山丘上，确实能看到一部分图案，可能是一只翅膀或者半截身体，但只有真正升到高空，这些线条才会突然完整。从150米高空俯视时，那不再只是线条，而像是一只真正展开翅膀正在飞行的生物。这种差别其实非常明显。主流考古学目前认为，纳斯卡线条主要与宗教仪式和水源崇拜有关，朝圣者会沿着这些路线行走，祈求降雨。这种解释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很多线条确实汇聚在地下水源附近，而且现场也发现了大量祭祀陶器。在沙漠里，水本就是最神圣的东西。但问题是，为什么2种说法不能同时存在？历史其实早就告诉过我们，飞行技术有时候真的可能被遗忘。1709年，比法国孟格菲兄弟发明热气球早了74年，一位出生于巴西的葡萄牙神父巴尔托洛梅乌·古斯芒就已经在葡萄牙国王面前成功展示过热气球。不是草图，也不是理论，而是真正飞起来的热气球。那个装置由厚纸制成，下方悬挂着装有燃烧材料的陶碗。1709年8月8日，在葡萄牙国王若昂五世和贵族们面前，古斯芒点燃火焰，随后热气球真的缓缓升向宫殿天花板。现场的仆人被吓坏了，担心火会烧掉整座宫殿，于是赶紧把它打落。但重点是，它真的飞起来了。国王对此震惊不已，甚至直接授予古斯芒专利权，还规定任何试图复制这项发明的人都可能被判死刑。后来古斯芒计划建造能够搭载乘客的大型版本，但他在38岁时便去世了。有人说他是在逃离宗教审判期间死去的，因为当时很多人把飞行实验视为异端，于是他的成就也逐渐被历史遗忘。直到1783年孟格菲兄弟成功升空后，热气球发明者的称号才被正式归给法国人。但后来法国研究人员重新调查古斯芒的资料时，却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历史记录里提到，古斯芒的灵感
可能来自新大陆原住民的某些东西，而当时的葡萄牙已经在巴西殖民了整整2个世纪。所以问题来了，那些探险者到底在那里看见了什么？而古斯芒也并不是唯一的例子。早在中国古代，大约公元220年，甚至更早的战国时期，诸葛亮就已经使用过孔明灯，一种由纸和竹子制成的小型热气球，用来在战场上传递信息。如果古代中国人都能利用纸张实现飞行，那为什么纳斯卡人不行？尤其是他们还拥有更加出色的纺织技术。而考古学里一直有一句经典的话，没有证据并不等于不存在。因为热气球如果真的存在过，那些由布料和绳索制成的东西很可能早就已经腐烂消失，甚至在仪式结束后被主动焚烧，自然不会留下痕迹。但我们真正能确定的是，纳斯卡文明拥有做到这一切的能力。他们建造了直到今天仍在运作的地下引水系统，拥有复杂的宗教仪式，还能组织大量人力在520平方公里的沙漠里雕刻巨型图案。更关键的是，他们留下的很多设计似乎只有从天空俯视才真正合理，甚至直到今天，考古学家依旧在不断发现新的纳斯卡图案。利用无人机和 AI 技术，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大量过去徒步根本无法发现的新图形，包括战士、生物、祭祀场景等等。这也意味着这片沙漠里可能仍然隐藏着许多秘密。2003年，朱利安诺特再次回到纳斯卡，并驾驶升级后的秃鹰2号进行飞行拍摄，而这一次飞行比之前更加稳定。后来他回忆说，当热气球真正升空后，那些原本在地面上看起来零散抽象的线条突然全部活了过来。他甚至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根本没人能从空中看见这些图案，那他们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他还举了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如果达芬奇永远无法后退一步欣赏完整的蒙娜丽莎，那他还会去画它吗？想象一下，清晨的纳斯卡高原，火焰燃起，浓烟升空，巨大的棉布气球在热空气中缓缓膨胀，一名祭司爬进草编吊篮，周围的人群聚集，随后绳索松开，热气球缓缓升空。而那一刻，也许是人类第一次从天空俯视自己创造出的世界。至于这一幕是否真的发生过，沙漠从未给出答案。真正的问题或许从来都不是纳斯卡人能不能飞，而是我们为什么如此抗拒相信他们可能真的飞过。